一个残冬的深夜，你落魄了，走投无路，去敲一个曾经跟你称兄道弟的人的门。门里明明有灯，有人声，可任你敲多久，那扇门就是不开。你站在风雪里，忽然明白了一句老话的分量：人情比一张纸还薄。也许你会说，这是别人的故事，可只要在这世上活得够久，谁没尝过几回这样的滋味？得意时门庭若市，失意时人去楼空。以为交了一辈子的真心，到头来薄得像一张随手就能撕碎的纸。这句让人心头一凉的话，出自一部很特别的书。说它特别，是因为这部书竟然没有作者。它不是哪一位圣贤、哪一位文豪坐下来写成的，而是千百年来无数普通中国人把自己一辈子吃过的亏、看透的人悟出的道理，一句一句、一代一代愣出来的。他把中国人的人情冷暖、待人接物全都写进去了。他就是增广贤文，又叫西石贤文。几百年来，它是无数孩子发蒙时要背的第一批句子，男女老少几乎人人都读过几句。可真正把它读懂、读进心里的，往往要等到你在人世间摔过几跤之后。小时候只觉得它顺口，背得滚瓜烂熟，却不知所云。长大了，在社会上闯漏一圈，回过头来再看，才惊觉这些句子句句都是血泪换来的真话。这本书不讲大道理，它只把这个世界最真实，有时候甚至最残酷的一面，平平静静地摊在你面前。今天20分钟，我带你读完这部奇书，看老祖宗用一句句押韵的大白话，到底把怎么做人这件事讲得有多透。先说说这本奇书的来历。增广贤文最早的名字叫习时贤文，大概在明代就已经有了新型，后来经过明清两代不断的增补修改，才慢慢变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增广2个字意思就是不断增补慎充。所以你要问这本书的作者是谁，答案是没有一个确定的作者。它是一部民间的蒙学读物，是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你添一句我改一句慢慢愣起来的集子。你翻开它，会发现里头的句子来源杂得惊人，有的出自《论语》《孟子》，有的化用了唐诗宋词，有的是戏文里的唱词，更多的是市井巷陌里流传的俗语死语。它就像一个用了几百年的大筐子，凡是被老百姓觉得说的真对的人生道理，就被顺手丢了进来。正因为这样，这本书没有什么严密的体系，前后也不讲逻辑，甚至常常自相矛盾。上一句还在教你提防别人，下一句又劝你与人为善。可恰恰是这种矛盾藏着它最厉害的地方，因为真实的人生本来就是矛盾的。人心既有凉薄的一面，也有温暖的一面。你既要学会防人，又不能因此就不再信任。你既要在这世道里护住自己，又不能把心活活磨成一块石头。增广贤文不替你选边站，他只是把人情世故的两面原原本本的都摊给你看，剩下的分寸要你自己去拿捏。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流传几百年。因为他说的不是某一个圣人的高论，而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会在生活里亲身撞见的真实。接下来我就带你走进它最核心的几个主题，看看老祖宗到底想叮嘱我们些什么。增广贤文通篇讲的最多也最扎心的就是2个字：人情。他一上来就把人情这层窗户纸给你捅破了。书里有一句流传极广的话：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人与人之间的情分就像一张张的纸，薄得很，而世间的事就像一盘接一盘的棋局，永远在变，没有定数。紧接着他又说了一句更现实也更残酷的：平居闹市无人问，
富在深山有远亲。你穷的时候，就算住在最热闹的闹市里，也没几个人来理你。你富了，哪怕躲到深山老林里，也会冒出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来认你。你听了会不会觉得这话也太冷了，太世故了？可你静下心想想，这不正是很多人亲身经历过的真相吗？得意的时候，身边高朋满座，人人都来敬你一杯；一旦失势落魄，那些人就做裘寿散，连一句问候都吝于给你。这不是哪一个人特别凉薄，而是人性里摆脱不掉的一面。人们亲近的往往不是你这个人，而是你身上的那点光，那点用处。老祖宗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不是要教你变得冷漠，变得不近人情，恰恰相反，他是要你先看清楚这个真相，好让你在春风得意的时候，不至于把那些凑热闹的酒肉朋友当成过命的真交情，也好让你在跌落谷底的时候，不至于因为人情的凉薄就伤心绝望，看不起自己。一个人若是早早就把人情看明白了，他得意时就不会得意忘形，失意时也不会一蹶不振，因为他心里有杆秤，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值得珍惜，什么不过是逢场作戏。看透是为了让你活得更清醒，更有底气，而不是更悲观。这份清醒就是这部书送给你的第一份见面礼。看透了人情的薄，接下来增广贤文就要教你一件更实在的事，怎么提防那些会害你的人。书里有一句比喻特别传神：一涨一退山溪水，一反一复小人心。山里的溪水说涨就涨，说退就退，变化无常，而小人的心也正是这样，翻脸比翻书还快。今天还跟你亲亲热热，明天就可能反过来咬你一口。他甚至说了一句听起来很灰心的话：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深山里能找到笔直的树，可这人世间要找一个从里到外都正直，不藏半点心眼的人，反倒难了。你听到这儿可能会皱眉头，照这么说，这人是不是都不能信了？不是这个意思。老祖宗讲这些，不是要你变得疑神疑鬼，谁都不信，那样活着太累，也太可悲。他真正的意思是，人心是复杂的，是会变的，你不能太天真。别把所有人都想得太好，别轻易就掏心掏肺，更别以为对你笑脸相迎的人就一定真心待你。尤其要当心那种翻脸如翻书的人，得势时对你百般奉承，一旦你这边没了利用价值，他转身就能把你卖个前景，前一刻还冲兄道弟，下一刻就反咬你一口，连一点愧色都没有。这份提防不是让你变坏，而是给自己留一道护身的底线。一个在社会上能护住自己的人，往往不是最善良的，也不是最精明的，而是那个既懂得人心会变，又不因此就失去善意的人。他防的是坏人，守的是自己，可他对真正值得的人依然敞得开胸怀。先学会自保，你的善良才不会被人轻易辜负，也才能用在真正配得上他的人身上。既然人心这么难测，那到底该怎么看人是人呢？增广贤文里那句最有名的话就是专门讲这个的：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画一只老虎，你能画出它的皮，它的毛，可你画不出它皮底下的骨头。认识一个人也一样，你看得见他的长相，他的笑脸，却看不见他这张脸皮底下藏着一颗什么样的心。这就是世人最难的地方，人最容易装出来的，恰恰是表面那一层。一个人对你客客气气，满脸堆笑，这太容易了。难的是你怎么看穿这笑脸底下是真心还是算计。所以这本书又补了一句：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一个人不能光凭外表去评断，就像大海的深浅，你没法用一个小斗去量。多少人吃亏就吃在以貌取人这4个字上，看人衣着光鲜，谈吐不凡，就轻易掏出了信任；看人其貌不扬，笨嘴拙舌，就暗暗看清。可日子久了，你会发现，
真正靠得住的人品，从来不写在脸上，而是藏在一件件小事的细节里。他怎么对待一个帮不上他忙的人？他在没人看见的时候怎么做事？他答应你的话到底算不算数？他得了好处之后，记不记得当初拉过他一把的人？这些不起眼的小地方，最藏不住一个人的真心。一个对服务生颀指气使，对下属刻薄寡恩的人，无论他对你多客气，你都要多留一个心眼，因为他对你好，多半是因为你有用。等哪天你没用了，他对你也会是那副对待弱者的嘴脸。世人急不得，把时间拉长，把细节看细，多看他怎么做，少听他怎么说，一个人的骨才会慢慢从那张皮底下显露出来。看清了人，也学会了防。接下来，增广贤文要教你的是怎么说话。在他看来，一个人会不会做人，很大程度上就看他会不会说话。书里最经典的一句是这样劝你的：逢人且说3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遇到人话只说3分，剩下7分先留着，千万别一见面就把整颗心、整副底牌全都掏给对方。很多人一听又觉得这话太 word 固，太不真诚了。可你想想，这真不是教你虚伪，而是教你分寸。对一个只见过几面还摸不清深浅的人，你就把自己的隐私、心事、软肋一股脑儿全倒出去，这不叫真诚，这叫不设防。话留3分，不是要你欺骗谁，而是给彼此都留一点余地，留一段慢慢了解的距离。等到对方真的值得交心，你再多说几分也不迟。除了话要留3分，这本书还特别提防一种人，并且留下了一句千古名言：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那个跑到你面前兴冲冲地跟你讲东家长西家短，说这个人坏话那个人不是的人，他自己往往就是个搬弄是非的小人。你要警觉，他今天能在你面前说别人的坏话，明天就一定能跑到别人面前说你的坏话。所以对这种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听听就算了，绝不接话，绝不传话，更不要被他牵着鼻子卷进那些无谓的是非里去。要知道，是非就像一团火，你越是去拨弄、去议论，它就烧得越旺。到头来最容易被燦伤的，往往是那个最爱扩上去添柴的人。守住自己的嘴，往往比管住别人的嘴更要紧。少说一句闲话，就少惹一场无妄之灾。说完了人情和言语，增广贤文接着要碰一个谁也躲不开的话题：钱。难得的是，这本由市井百姓愣出来的书，谈起钱来却一点都不识呛。他有一句话掷地有声：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钱财这东西，有时候欠的就像粪土，而人与人之间的情义道义才真正值千金。你别误会，老祖宗不是要你看不起钱，不要钱，他比谁都清楚，过日子离不开钱。他真正想摆正的是义和利谁先谁后的次序。钱可以赚，但不能为了钱就把仁义、把良心、把做人的底线给卖了。一旦在钱和义之间你选错了，丢掉的可能就是一辈子都换不回来的东西。所以这本书又补了一句后人奉为座右铭的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一个正派人不是不爱财不求财，而是他取财一定走正道，该是我的我才拿，不该拿的给我我也不要。这个道字就是一个人在钱面前守不守得住的底线。他还提醒你，别把财富看得太死太重。所谓黄金未为贵，黄金未必就是这世上最宝贵的东西。钱能让你过得宽裕，却买不来心安，买不来真情，更买不回一个清清白白的好名声。你看世上多少人为了多赚那一点钱，坑了朋友，昧了良心。钱是到手了，可从此夜里睡不安稳，走到哪里都被人戳脊梁骨。这样的钱赚得再多又有什么意思？反过来，一个守得住义、取财有道的人，哪怕一时手头紧，腰杆却是直的，
觉也睡得香。这份踏实是多少金子都换不来的。把钱看淡一分，把义守牢一分，这是增广贤文在这个人人谈钱的时代留给我们最清醒的一句忠告。看淡了钱财，那一个人这辈子到底什么最值得去愣去积累？增广贤文给的答案是读书，是学问。他有一句话，把读书的价值说到了极致：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读书一定要用心去读，用心去想，因为书里的学问往往一个字就抵得上千金。这话的重点在用意2个字，他是在提醒你，读书不是把眼睛从字面上扫过去就算数，更不是为了装门面充样子。真正的读书是要往心里去，要肯动脑筋琢磨，这样读进去的东西才会变成你自己的本事。紧接着这本书又说了一句几乎每个成年人听了都会心头一动的大实话：书到用时方恨少，是非经过不知难。平时不觉得，等真正要用到知识用到本事的那一刻，才悔恨自己当初书读得太少，学得太闲。很多事情不亲身去经历一遍，你永远不会知道它到底有多难。这2句话合起来就是一个朴素到不能再朴素的道理：本事要靠平时一点一滴去宠。你今天多读的一页书，多学的一样东西，当下也许看不出有什么用，可它就像存进银行的钱，总有一天会在你最需要最关键的时候连本带利的还给你。机会这东西从来只轻辣早有准备的人，当机会真的来敲门，肚子里有货的人能一把抓住，腹中空空的人却只能眼遮车看着他溜走。所以别小看每一次看似无用的学习，更别等到要用的那一刻才空着2手悔不当初。今天你愿意为自己多从一分本事，明天的你就会在某个想不到的关口悄悄感谢今天这个肯下笨功夫的自己。赢下了学问，也守住了义，那一个人这一生怎样才算过得好，过得安稳？增广贤文给的答案只有2个字：知足。书里有一句话是一辈子受用的：知足常足，终身不辱。一个人若懂得知足，他就会时时都觉得满足，觉得够了。而一个常常觉得够了的人，这一辈子就不容易招来羞辱。后面还紧跟着一句：知止常止，终身不耻。懂得适可而止，知道在哪里收手的人，一生都不会落到让自己蒙羞的地步。你想想，这世上有多少人的阔势，不是因为缺钱缺东西，而是因为那2个字：不知足。明明已经够了，还想要更多；已经很好了，还嫌不够好。为了那永远填不满的欲望，铤而走险，伸手去拿不该拿的，最后把已经到手的安稳全都赔了进去。所以这本书又给你算了一笔最清醒的账：黄金未为快，安乐值钱多。黄金未必就是最宝贵的，一份内心的安宁与快乐，才真正比什么都值钱。你看那些金山银山堆在面前，却夜夜睡不安稳的人，再看那些粗茶淡饭，却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的人，到底谁才算是这人生真正的富翁？知足从来不是要你不思进取，得过且过，而是要你在无休无止的追逐里，记得时时回头看一看，你拼命想抓住的那些东西，真的比你已经拥有的安乐更值钱吗？很多人穷尽一生去追那座永远在前方的金山，等真正爬到顶上，才发现自己早已累得窝伏消瘦。最该珍惜的那些寻常日子，全都在低头赶路时错过了。懂得知足的人，不是停下脚步，而是边走边享受沿途的风景，心里始终装着一份倭寇得的笃定。这份笃定，才是任谁也夺不走的真富贵。看透了人情，也想通了知足。最后，增广贤文要教你的是与人相处时最难，却也最见功夫的2件事：忍和术。先说忍。书里有一句话
几乎人人都听过。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你若能忍下一时冲上头顶的那口气，往往就能替自己免去日后100天的忧愁和麻烦。多少人一辈子的祸，就坏在那一个忍不住上。一句难听的话，一个瞧不起人的眼神，当下咽不下这口气，非要争个高低，讨个说法，结果一时的痛快，换来的是没完没了的后患。老祖宗讲的忍，不是叫你窝囊，叫你受气，而是一种拎得清轻重的智慧，分得清什么事值得计较，什么事根本不值得。为一点小事赔上自己的时间、心情和前程，太不划算。再说术，再审书还留下一句极有分量的话：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你拿那颗苛责别人的心，回过头来要求自己，再拿那颗原谅自己的心去宽待别人。我们大多数人恰恰是反着来的，对自己百般宽容，犯了错总有10000个理由原谅，对别人却无比严苛，一点小过失也揪着不放。可一旦你愿意把这颗心跳转过来，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你会发现，不仅周围的关系顺了，你自己的心也跟着宽了。他甚至说，扰人不是痴汉，肯饶恕别人的人绝不是傻。那份能放别人一马的气度，恰恰是一个人内心真正强大的证明。放过别人，有时候也是放过自己。你把那些怨恨、那些不甘心从心里卸下来，脚步才能轻，路才能走得远。忍与术，看着是吃亏，是退让，可走得长了，你会明白，能忍能术的人，往往才是这条人生路上笑到最后的那一个。走到这里，你大概也发现了，增广贤文前面说了那么多人情的薄，小人的险，世道的冷，把这个世界最现实、最让人寒心的一面几乎都摊开给你看了。可奇妙的是，这部把人情看得这么透、这么凉的书，到最后落脚点却不是教你变得世故、变得冷漠，而是劝你好好做人，多行好事。他留下一句特别温暖也特别有力量的话：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你只管去做那些对的事、好的事，至于这件事能不能给你带来回报，能不能换来好的前程，先别去计较。这就是增广贤文最了不起的地方，他先让你把这个世界看透了，看清了人性里所有的算计与凉薄，然后他再回过头来告诉你，即便如此，你依然可以，也依然应该选择善良。这份善良不是因为天真，因为没见过世面，而是在看清了一切之后，依然主动做出的选择。这才是最高级、最了不起的善良。他还说了一句你一定听过的话：良药苦口利于病。真正能治你病的好药，往往是苦的。就像这本书里那些听起来不那么动听，甚至有点扎心的大实话，恰恰才是最能护住你、帮到你的真智慧。好，20分钟到了。今天我们一起读完了增广贤文，从人情四指张张薄的清醒，到义反义负小人心的提防，到逢人且说3分话的分寸，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底线，到书到用时方恨少的积累，到知足常足的安乐，再到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向善。你会发现，这部没有作者，有千百年来无数普通人愣出来的书，最终想告诉我们的不过是一句话：看透人情，却不看清人生；历尽世故，依然心存善良。如果这趟旅程让你有收获，记得订阅频道。我每周用20分钟带你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好书。下一集，我们从市井人情的处世智慧，走进金戈铁马的三国乱世，读那部记下了英雄与权谋，被《三国演义》取材的正史《三国志》。最后在留言区告诉我，人情四指张张薄，逢人且说3分话，还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哪一句最戳中你的心？我们下集见。